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在上一集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 WPT 主赛事 C 组前面的一个手牌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会紧接着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接下来是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那我在8人桌的 UTG， 我有18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一对 QQ 带有黑桃 Q 啊，这个黑桃 Q 是一个关键的手牌。翻牌前选择加注到5000 ，button 位的玩家呢，他有1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40个大盲，他选择跟注。大盲位呢比较少筹码的一个玩家啊，他只有44000选择跟注，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翻牌是17、5，两张黑桃，底池190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过牌，那我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7000。button 位的玩家弃牌啊，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转牌呢是一张黑桃3啊，代表说有3张黑桃在台面。这个时候呢，底池33000，大盲位的玩家过牌。那我觉得在这一个转牌呢，我们的策略，如果我们是带有黑桃的这个大对子，比如说一对 J 以上的手对，那如果说一对 J 以上的手对，以理论上呢，我们会有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下注也可以，过牌也可以。当我们今天如果是深筹码的时候呢，那我们下注的手对就必须要有黑桃才可以下注。那我们说了，在这个短筹码期，基本上这个筹码底池比是1:1的情况下呢，我们预期大盲位这位玩家呢，面对我的持续下注，他会投入所有的筹码，不管有没有黑桃，他只要是顶对，他都不会弃牌。所以我们这边对上这样子的范围的话，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那我觉得，当我有黑桃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不用下这么大，原因是因为合牌不管是不是开黑桃，对我来讲都不用太担心。所以呢，他选择过牌，底池33000，我选择了下注，大约是130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他直接 all in 啊，34500。底池33000嘛，我下注他直接 all in， 大概约是接近一个底池，所以呢，我当然手牌就是很明确也很简单的跟注，我赢超级多，任何10的顶对，尤其是带有黑桃，甚至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些6、7带有一张黑桃，他翻牌一跟注，转牌搞不好多了一个卡顺，甚至是带有一张黑桃，他搞不好都会觉得他的手牌还不错，我有机会有弃牌，然后他有机会击中他的 outs，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范围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更宽的范围啊，比如说6、7、5、6、4、5之类的手牌都潜在这个大盲的范围里面，所以整体的范围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轻易的跟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摊牌啊，对手是70两对，就是我必须要击中黑桃或者是这个叠牌啊，让我成为更大的两对。没有意外啊，合牌呢是一张无关紧要的 A， 所以我就输了一个4万多的一个筹码量，那还好是短筹码。下一手牌呢是一个1500、3000的盲注级别，那我在 hijack 位。我有15万的筹码量，大约是50个大盲，我拿到了 AJ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60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大盲位的玩家有10万的筹码量跟注。翻牌是 JJ8，两张黑桃，底池21000。那小盲位跟大盲位的玩家都选择过牌，我们这边中了一个非常好的翻牌啊，3条 J 带一个最大的踢脚啊，在一个有效筹码大约是30个大盲的筹码量呢，我们的翻牌应该都会选择持续下注，下注一个7000。小盲位弃牌，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是一张 K 啊，不是同花的 K， 然后底池35000，这个时候大盲位又过牌。那我们这边转牌的下注策略的话，以理论上我们要么就是选择过牌，要么就选择大尺寸的下注。理论上不会有一个中小尺寸的下注，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看玩家。如果说你认为他一个8的对子会跟一个小尺寸的下注，但是你大尺寸下注他不会跟注的话呢，那我觉得小尺寸的下注还是有一点点的好处。但我们的手牌呢，跟这个筹码量，我们希望打一个越大的底池，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转牌的大尺寸的下注，透过这样子才可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底池，让我们可以在合牌 all in。35000的底池，选择下注25000，大盲位玩家跟注。合牌呢是一张无关紧要的2，不同花的2，底池85000，他选择过牌。那我认为这个情况下呢，当我们拿 AJ 的时候，我觉得合牌就只有一种下注啊，那就是 all in。我不会想要透过一个小尺寸的下注来增加我的被跟牌的几率，原因是因为如果对手的范围里面是有 J， 那有 J 的话，基本上除非他合牌中了 J2同花，合牌中 full house， 或者是 KJ 啊转牌中 full house， 除非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输。可是我们希望是对上他，假设还有 J4同花、J5同花、J7同花、J9不同花之类的手牌，这些手牌我们下注多少他都会跟注，所以我们针对这样子的范围呢，我们透过大尺寸的下注呢，有机会可以赢到最多的筹码量。
当然，如果说他今天单纯的只是中了一个8的对子，甚至是一些 K 叉带2张黑桃，转牌中一个 K， 如果他不会跟住，那我们下多少，他大概都不会跟住。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想要最大化我们的下注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底池85000，那这边的话我就直接 all in 它的意思啊，它大约只有70500啊，就是不到一个底池。这个时候呢，他想了很久，然后他弃牌。在弃牌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张手牌是10的梅花，10的梅花，我在想他能够想的是什么组合？我觉得翻牌他能够跟住手牌又带有10的梅花，不大可能是 K10要是 K10黑桃才有机会。他有10J， 我觉得所有的玩家都不会弃牌，所以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10带一张8，可能是这种中对啊，应该说 JJ8 中了一个对子，然后合牌。想要抓炸胡，然后选择弃牌。如果他单纯是一张8的话，我觉得合牌当然他可以考虑抓炸胡，但是他要思考的是一个3人底池的情况下，他也会有更多手牌更适合抓炸胡。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我们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今天跟大家参加战队特别赛，保底$300。不要，可以哦，可以哦。这什么啊？好安啊！好啊，现在要这样子啊。为什么？他有 A， 可以吧 ？A 一次了吧 ？Q 一次了吧 ？Q， 哇，强啊！没办法，我跟啊，为什么巴腾会有99？下一手牌呢是一个1500、3000的盲注级别啊，这个时候呢在9人桌，我的 UTG 我有22万的筹码量啊，哪一对10选择加注到6000，在我的下一家玩家呢有10万的筹码量，他的 UTG 加1他选择跟注啊，是一个单挑的底池啊，翻牌 J97彩虹面底池19500。那我们有说过，这2个相对位置，我们的预设的下注策略呢，基本上在翻牌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过牌不管你的范围，不管你的手牌，都是非常高频率的过牌。原因是你必须要思考 ，UTG 加1面对 UTG 的加注，它这边可以跟注的范围呢，都是非常的窄。不到10%的手牌范围，它的范围里面是非常的强，它会有一对 J， 它会有一对9，它会有一对7，它会有90同花，它会有10J 同花，它会有 QJ 顶对。我们的范围对它的范围呢，其实没有领先太多，然后它也会有很多的顶对这个样的范围，所以其实我们的一对10呢是更没有道理下注。所以我们这边一对10呢，预设策略呢就选择过牌，对手也过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讯息，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他如果中了一个 J 的顶对，他应该都会高频率的下注，就算是过牌也是低频率。整体的方向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啊，代表说他应该大概率不会有顶对，不会有 J。转牌来了一张6啊，转牌来一张6的话，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当我今天认为它不会有 J 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些8、9同花、90同花，或者是一些手对啊，比如说一对8、一对5、一对4之类的手牌，甚至是它有可能是 KQ， 对不对？那如果说面对这样子的范围，如果它是 KQ 同花之类的手牌，我下注一个1/2，它如果是手对、中对或者是2张高牌，它有机会跟注。这是一个混合策略，可以价值下注，也可以过牌。那我当下选择了下注半个底池，接近1万。UTG 加1的玩家选择跟注。那合牌只要我没有变强，我认为我的预设策略很有可能都是过牌，再做决定。但是呢，合牌来一张非常好的牌啊，来了一张8，变成是 J97 turn 6 river 8，所以我们的10呢就成了一个顺子，上面的顺子，5和10都是顺子嘛。底池39500，我今天要么就过牌，要么就下注。我如果下注的话，我要下注大尺寸，那就一定是顺子。这个10就符合大尺寸下注的这个逻辑。那配合的炸胡，当然我觉得最明显就是没有对折手牌，比如说我是 KQ， 我的是一些比较弱的 A 猜，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比较弱的 A 猜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整体的一个价值手牌跟炸胡手牌的一个选择。假设他今天有一些随机的2对，甚至是3条，甚至是合牌中了顺子，那我觉得这些手牌呢都有机会抓炸胡。这时候呢，我选择下注3万，然后他想了一下呢，他选择了跟注，然后呢，我当然就开我的10的顺子，他看了一下他的手牌，然后开了一张牌，开一张5给我看，所以他也中了顺子，但是他中的是下面的顺子。那我在想，他开了5的话，这个位置有5的组合有什么？我觉得就只有2组牌啊，可能是 A5 同花，可能是1对5，
我觉得只有这两种，那有可能有5、6同花，但我觉得5、6同花它在翻牌前就不应该玩哦，这个筹码量跟这个相对位置它不应该玩，所以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A5同花甚至都不应该玩。但我知道有些现场玩家对不对都会玩一些比较宽的范围，它有可能是1对5或者是 A5同花，所以呢他就输了一个底池给我啊，还不错。下一手牌，我觉得这手牌呢，可能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决定。在2000、4000的盲注级别呢，9人桌的 UTG 加1玩家，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8000。那我在 High 价位，我有18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1对9，99带黑桃9跟注，大盲位的玩家也有20万的筹码量也跟注，所以这是一个3人底池啊。翻牌是 JJ10 2张黑桃。底池3万，大盲位的玩家过牌，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也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到我。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决策要做，我觉得我的99呢是可以考虑过牌，也可以考虑下注，各有各的好处哦。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这个过牌的时候呢，就当然就希望可以到摊牌。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下注，希望让对手一些随机的高牌，甚至是对手有可能是1对8以下的手对，他也有可能会跟注。以整体的策略来说，应该是2个都可以。3万的底池呢，我选择下注1万，大盲位弃牌 UTG 的玩家加注到29000，这就是一个我不想要看到的状况嘛。因为当他今天如果跟注的话，我觉得都还好，转牌我可以过牌，然后看一个免费的合牌。当然我下注他如果弃牌也是非常好，让我赢下底池。所以面对一个过牌加注，应该说是一个最糟的状况。那我们就要想，如果说我今天1对9，如果没有黑桃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弃牌。我觉得面对他的 check raise 的话，我会跟注的手牌可能是10啊，有中一个10的对子，或者是带有黑桃、带有正门花、后门花，或者是2个高牌，或者是一些顺子听牌的机会，比如说 KQ、Q9 同花之类的手牌，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那我觉得99带黑桃9，我有一些后门，但是我觉得它奥池的数量不够多，尤其是在这个叠牌的台面上，当下他选择这个加注尺寸并不是到太大。那我也认为我选择了跟注之后呢，他很有可能转牌就会放弃了。如果他在炸胡的话，说实话我不是很确定。当下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我觉得非常好的手牌啊，来了一张黑桃7，所以变成是我有一个顺子加上同花的听牌啊，还有同花顺的听牌啊，就是一个黑桃7，非常好的转牌。底池88000，他又选择了下注35000。那我认为对手翻牌的过牌加注，再加上转牌的下注，他的手牌里面很明显的价值手牌，我觉得就是3条 J 的手牌，或者是一些很强的听牌啊，比如说 S King、S Queen 带一张黑桃，比较合理的范围组成会是长这个样子。面对这样子的下注尺寸呢，我觉得我1对9是一个很明确，也是必须要跟注的一个手牌。我选择了跟注，这个时候呢，合牌来了一张非常糟的牌啊，来一张 Q 哦，不同花的 Q， 就是更高的手牌。假设他今天 AK 在炸，或是 AQ 在炸，我带一张黑桃的手牌啊，在这个合牌都赢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合牌，他在158000的底池，他下注一个9万，那当然我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这手牌我觉得问题会是在翻牌。当我今天面对一个过牌加注呢，我觉得我可以继续的范围里面，我应该是更好的，譬如说3条 J 档可能会继续哦。我觉得任何的，譬如说 A10啊、K10同花，应该都会比99来得好。我觉得99算是一个相当边缘哦，尤其是翻牌是一个3人底池哦，千万不要忘记，3人底池的情况下呢，有位置的我下注的范围也会比较紧一点，因为我们必须还要担心到大盲位的玩家。所以前位的玩家他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一个3人底池的情况下，我敢下注，他能够加注的范围就应该要更紧，我能够跟注的范围也应该要更紧。所以我觉得根据这样的状况呢，我觉得翻牌很有可能弃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呢，这手牌呢让我损失了1点筹码。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扑克相关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